中美激烈交锋后，拜登突下战帖，若中美俄打响热战，导火索将是网络攻击。据环球时报援引美媒路透社的消息称，在中美激烈交锋后，拜登突下战帖，称如果美国受到一次重大的网络攻击，那美国可能会和某个大国真枪实弹地打起来。若是中美俄之间打响了一场热战，那其中的导火索必然是网络攻击。不难看出，拜登的意思就是美国或许会因为网络攻击与中俄开战。据了解，在拜登发布这一危险表态之前，在西方媒体的造谣之下，中国的黑客行为似乎导致整个西方国家的网络都瘫痪了似的。于是乎，美国又开始捏造事实，玩弄政治。在拜登下了战帖之后，美国的司令部就正式起诉了4名中国黑客， FBI 甚至还为此发出了通缉令。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政府虽然对4名中国黑客进行了起诉，但实际上并没有拿出任何实际的证据。换言之，如果有确凿证据的话，直接公之于众不就好了？那中国必然不可能会包庇罪犯。但美国一直在口头上面大肆渲染，拿不出一丝丝证据。毫无疑问，这就是一次翻版的洗衣粉事件。为此，中国外交部重磅发声，赵立坚在近日的记者招待会上表示，美国现在不断在网络安全问题上纠集盟友，无端指责中国，这是无中生有、颠倒黑白的行为。这种出于政治目的的抹黑，中方坚决不接受。而此次中国外交部之所以会站出来正面应对美国的造谣行为，主要是因为美国借网络安全问题来对付中国的这类闹剧不是1次2次了。比如在10年前，美国就开始频繁点名批评有中国人正从事网络间谍活动，甚至在当时还通过低级的仿冒邮件窃取美国机密。然而这一切都是无稽之谈。事实上，在全球范围内，中国才是主要的网络受害者之一。仅仅是在2020年，就有约531万台中国主机遭到了国外势力的恶意操纵，而背后的源头皆来自北约成员国。网络安全就是美国人用来压制中国的一种手段。如今拜登疯狂在这方面炒作，试图用这方面的手段来降低外界对于发动战争的抵触程度，为将来可能发生的战争做最好的铺垫。那既然拜登执迷不悟的话，那解放军当然也是随时奉陪到底。中国虽然无意争霸，但中国从来都不怕斗争。新任驻美大使秦刚履新，为何美驻华大使还空缺着，中方就已经任命好了？中美关系会就此缓和吗？据环球时报的消息称，在7月28号，中国新任驻美大使秦刚抵达美国履新。曾担任过2次外交部发言人的他，说起话来那是相当的铿锵有力，直率且不让人反感，让人听后不由得点头称赞。而秦刚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要让美国人民了解中国。这样做的好处是与刚刚结束的中美会谈遥相呼应，想要推动中美关系，美国就应该首先正视中国，了解中国，而不是傲慢自大、盲目的指责中国。在看到这条消息后，相信有不少人会产生疑惑。为何当前美驻华大使还空缺的时候，中方就已经任命好了呢？究竟释放了什么信号？其实吧，造成这种疑惑，主要是有很多人对此过分解读了。要知道，在秦刚履新之前，中美之间其实没有断交或降级，只是双方都没有指派新的大使而已。所以互派大使是迟早的事，只是中方先任命了而已。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中美关系会就此缓和呢？想要知道这一点的话，需要了解一下此次的主角秦刚。秦刚曾在中国外交系统任职30多年，曾任外交部发言人，3次驻英国，现任驻外交部副部长，负责欧洲各国新闻和礼宾事务。中国派出这样的一位重磅人物担任驻美大使，且还是先做出这一决定，让美国人有所准备，可见中国确实有意改善中美双方的关系。中国有句古话讲得好，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所以中国的外交方面也是常常是自己先做，才要求对方做。这就好比当2人握手时，总要有人先伸手。当下中国明确释放出来友善的信号，桃子已经投出去了，现在要看美国会如何报理。鉴于早些时候中美之间还举行了一场天津会谈，会谈结束后，秦刚大使就赴美国履新了。这说明此次会谈中美之间是取得了一定的进展的。不过这倒也不是特别的奇怪，毕竟中美关系的大门既然已经打开了，那么轻易就不会关上。当然这只是大方向把持着一个缓和的事态，
中美之间未来的小摩擦必然不会就此减少，至少可以肯定，在短期内双方爆发热战的可能性直接归于零了。不过，台湾问题一天不解决，中美之间就永远不会融洽相处。刚说要认真对待中国好意，美防长来了，杜特尔特又倒戈美国，中方表态大气，和美国不一样。中国朋友多的原因是什么？最近这段时间，美国副国务卿、美国国防部长、美国国务卿接连出访，而美国高官的环中国出访，就是为了拉拢周边国家对抗中国，重点目标就是东南亚国家。美防长来了，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态度发生大逆转，又倒戈了吗？在南海局势持续紧张的情况下，美国防长奥斯汀接连到访越南、菲律宾和新加坡，在和杜特尔特会晤的时候，双方都一致赞同进一步加强合作，尤其是疫情、海洋领域法治、贸易等领域。随后，奥斯汀在社交媒体特意感谢菲律宾防长洛伦扎纳完全恢复访问部队协议。之前，杜特尔特原本有意取消该协议，但是现在他决定全面恢复访问部队协议，彰显美菲同盟重要性。在2020年2月，菲律宾曾宣布将会终止该协议，之后菲方又以基于区域局势形势变化为由，自2020年6月起暂停终止该协议6个月。2021年11月，菲方宣布再次暂停终止该协议6个月。据悉，该协议规定美方军人、军事相关人员及军事装备进入到菲律宾的条件、活动范围以及可获得的便利，其实就是为美军和军事装备部署在菲律宾提供便利。菲律宾这一决定被一些西方媒体评价为菲方对华政策的一个转折点。然而，在前几天，杜特尔特发表其任内最后一次国情咨文时，还特意为其对华政策做了辩护，并对中国向菲律宾捐赠新冠疫苗再次表达感谢。中国是首个帮助菲律宾抗疫的国家，菲律宾会认真对待中方好意，并提醒菲律宾军事力量完全不是中国对手。在你飞机起飞前，中国导弹5到10分钟就到了，但即使这样，菲律宾不会放弃南海。事实上，小国本身就存在两面摇摆性，这都是自身体量所决定的。肯定会为了自身利益两面通吃，只要不损害我们核心利益，不必过度敏感。这也给我们了一个教训，不必过度美化、迷信国与国间的来往关系，以平常心对待就行。毕竟国家交往，实力是根本，利益是原则。对此，中方也表态，国家间的合作交往不仅要符合其自身利益，而且也要对区域和世界和平稳定有利。这个回答相当大气，也彰显了大国底气。中国对外交往向来都是互利共赢，而不是像美国那样拿着大棒胁迫别国服从。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总是深受国际大多数国家支持的原因。南海问题在美军的多番介入下早已极端敏感，而菲律宾作为东南亚的主要国家之一，多次遭到来自美国的压力。而就在最近，有消息显示，即将卸任的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终究还是向美国低头。在7月30日，美国现任国防部长奥斯汀在其个人社交媒体账号上宣布，在当天与菲律宾防长洛伦扎纳的会谈中取得了很理想的成果。菲律宾已经决定全面恢复与美军的合作项目，美军将在未来拥有在菲律宾的军事部署协议。而该协议，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曾一度有意拒绝，但现在他还是接受了。需要注意的是，早在2020年的2月份，菲律宾就公开宣布终止与美军的军事协议，不再接受美军进入菲律宾的提案，理由则是认为局势不化。而当时的背景是中美关系已经破裂，而杜特尔特又多次在公开场合声援中国，反驳西方舆论对中国的造谣，因此外界普遍认为这是中美对抗中菲律宾的站队。事实上，美国在后来多次拉拢菲律宾，想要重新签订军事协议，也就是来访部队协议。这份协议最早是1998年签署的，作为美军巩固亚太地区控制力的核心军事协议，备受美军重视。这份协议中规定了美军可以自行携带进驻菲律宾的要求、活动范围以及部分特权。有观察人士指出，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即将卸任，他在最后一次的国情咨文中坦言自己不想和中国开战，多次警告菲律宾内部高层绝对不要和中国开战，菲律宾承担不起战争造成的后果。这其实是一个相当危险的信号，这意味着杜特尔特意识到了国内的反华势力抬头，在美国怂恿下极有可能加入美国的对华军事同盟，因此才出言警告。但是几天之后，菲律宾在与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对谈之后，却选择与美国合作签订军事协议。这反映出的是菲律宾国内亲美势力已经掌握了部分关键性职务，即将卸任的杜特尔特恐怕已经没有足够话语权，最终迫使其向美国低头。分析认为，美军之所以下足功夫也要硬压菲律宾低头，一方面是其关键性地理位置，另一方面就是对中国远程打击的忌惮。
前者是因为菲律宾在南海问题上与中国本就有冲突，只是在合作共赢的提议下暂且压制了对华舆论。如今美菲合作之后，美军就能够深入对南海问题的介入，可以说是美国拿到的一张对华新牌。而后者则是基于五角大楼制定的分散部署战略计划。此前因为高超音速导弹现身，美军现阶段却拿不出有效的防空能力来应对，因此给美军下了一个分散军事部队，多地部署远程打击力量，应对中国的命令。如今对我国来说，菲律宾全面恢复与美军的合作，却是南海传来的一个威胁信号，必须早做打算。